今天的来宾非常的不得了，是尹哥，是3C，并且是老板。然后呢，要访问他之前，我昨天是睡不着，因为太紧张。刚刚也喝了一点酒，没有，就是开玩笑。对，因为他实在太大炮了，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时候是讲实话还是故意做效果。你讲的是实话，因为你那个本不是这样写，你真的觉得他是大炮，那你要把他请出来吗？那我们就欢迎 CEO 炎亚纶。嗨，大家好，我是亚纶。紧张了，紧张了。对啊，那么熟了，还有什么好紧张的？还是学妹的，对学妹，文大的学妹，我们文大是最棒的。干嘛？干嘛先打什么预防针呢？想说怕等一下会有什么就是失礼的地方啊。我算大炮吧，以前啦，都已经过去了啊。不会，我跟你讲，他都只会在 IG 限动嘛，你就回家看限动。他是文字的，对，他现场不会。比较不会。 IG 限动已经算还好了，以前脸书时代的时候。那你脸书非常火。对，以前脸书。你现在好久没有这么在讲一些时事啊，或骂一些人。因为我发现听不懂的人还是听不懂啊。你就懒得跟他们吵了是吗？对啊，不用降维去搅屎坑。那你以前是一种说教的心态吗？不是哎，不然为什么？就是分享啊，我有感受的议题，我觉得，因为我也有粉丝嘛，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一些可以被关心的事情一起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在未来也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我不觉得我一定是对的，但我想要激发大家思考的空间呢。因为以前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年代都是填鸭式嘛，就老师说什么就什么，对，就没什么自己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新专辑，我们刚刚就是在录之前有聊到，我真的个人非常喜欢。你有提到你喜欢家庭会议 ，Yeah， 家庭会议我的最爱。所以你是有养猫的人吗？我们家有养猫，几只猫？2只。什么样的品种？宾士猫。哎，宾士猫是真的会很神经质吗？就是我也是宾士猫啊。对，它也是宾士猫。你也是神经质的宾士猫？我觉得你家，我家是胆小，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算。宾士猫都蛮胆小，胆小就是没有那么亲人。对，它需要花很多力气，它才会。我家的宾士猫是德文卷毛猫。你说它是有品种？对，但它宾士应该是算它的花纹吧。然后它没有很不亲人，它超级亲人，但是它很胆小，然后它也很需要被依赖。对不对？对，它超黏的，超黏，它是会直接压在我身上的那一种。所以它现在多大？6公斤。哇！我以为说年纪。不是，神猫哎，它很，而且它就是它没办法，我觉得它没办法。所以你们家的猫是阿嬷在养？我在养。我以为是阿嬷觉得饿。阿嬷觉得饿就是啊，跟家乖孙。因为我一直想说，它好像没办法认真的入睡这件事情，因为它可能你就会觉得。慢慢睡，可是你只要一有一个动静，比如说你一起身，它就会。那我推荐你一个东西，什么？环境费洛蒙。就是有一个像那个蚊香的东西，你只要插在房间里面，那个费洛蒙就会散发在那个房间，对，它就会比较平静。推荐给你，因为我会用这个，是因为我家雪宝是波斯猫，它有先天性的心脏疾病，所以它不能太过于情绪起伏太大。对，我就买，那个医生就推荐我，连我都好平静。真的假的啦？就不没有啦，乱讲的啦。但是对他是真的有帮助，对他有帮助。新专辑里面，你最喜欢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一首？我喜欢瑕疵品啊。里面有藏一些你的心声吗？没有，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它是陈珊妮老师写的歌，对，那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最后被完成的一首歌。再来就是他的歌词里面确实写到很多当时会在网络上面骂我的用词，就是说你教化不能啊，所以当然也会衍生到很多法律事件嘛，然后还有那种你是个垃圾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这种很常就是在网络上面被吸收到的负面词语。然后我在唱这首歌，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敢表露这种有血有伤口的地方，这样子唱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在伤口上撒盐？但是好像只有这个方法，才有办法把那些伤口好好的疗愈一下，这样子。然后或者说直观的面对它，也让这些本来就是事实的人
的事情又再度重复被提醒之后，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感受，就没有那么的尖锐跟刺耳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外界都会觉得你很敢讲，然后好像你是不会被伤害的，就是任何言语。但其实你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感觉刺他一刀，他就会刺2刀回来。没有，也不至于是吗？没有人刀枪不入啦。对啊，可是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可能，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啦。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啊，怎么可能刀枪不入？那你唱那首歌的时候，你最感触很深的一句歌词是什么？就是我是个垃圾啊，因为你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我好像是个垃圾，真的会被那个这件事，就一直被讲，就是好像被讲的时候三人成虎嘛，对，然后你有时候就会开始自我怀疑。对，我有举这个最好笑的例子是，我国中在上课的时候，我算是调皮的人，我常常会这样回过头来跟我后面那个聊天，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坐第一排，然后有没有那个国文老师就是比较不受到我们班上的欢迎，你很委婉对，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啦，对对。然后我这样子聊一聊，那边老师在这边嘛，然后我就看到一条橡皮筋这样，然后射到他的头发，然后他一转头，你猜他看谁？你呀，对。然后就想，我靠，完蛋，我被怀疑了。但是一看到他，当然因为我在聊天嘛，我也会有点心虚这样子。老师就是反正打死就是咬死就是我这样子，就是你。他也没有要问了，他就觉得是你。我有解释我 I try， 但是没有用这样子，所以我背负了这个怀疑的名称，就是整个学期这样子。然后后来好像是某个同学，就是那个当事人可能有去跟老师讲吧，老师后来才私底下跟我说，抱歉这样子。可是这对你的伤害应该已经是，就是你会经过一个，该不会是我射的？他明明就不是，就是你是真的一直被怀疑到，你有可能觉得是自己，那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心智的抵抗力，你才有办法抵抗这种怀疑。可是那时候你的反应没办法太大。你是说射橡皮筋的事件吗？不是，就可能对老师啊，因为像我可能就会很激动啊，因为很不喜欢被误会。对，我可能就会翻桌啊。国中再怎么样也我会翻桌，我就会做很激动，想要表达我这真的不是我，很不满这样。对，反正我小时候很多奇葩事发生在学校。那你对于那个真的射橡皮筋那个人是什么态度？没送，但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自己心里有心理怀疑的人，但我也不敢讲，因为我没看到。对。那后来老师跟你道歉，你是有释怀这件事情？释怀啊！哎，我只有提醒自己不要变成这种人，就是直接怀疑别人。我的老师教我的都不是功课，我的老师都在教我人生。很多老师都让我觉得他们没有资格教学生。我举个例，我先讲，你们再来公平，好不好？好紧张。我国中当然就我自己有自己的选择嘛，我知道我自己性向嘛。然后我有时候在做作业的时候，就会用那种3.5磁片，我知道。知道。然后我就会放一些我自己想看的图片在里面，但很少，因为那容量很小。对。然后我就有一次要交功课的时候，就不小心把那个磁片交出去了。你说有些肉体的对，这都但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就是非常 safe 的啊。那 anyway， 但是老师在检查作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情。你觉得你们心目中 ideally 的老师会怎么做？就是发现你的男学生有这个性向上面的需要被理解的部分。我觉得以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是会被叫去老师那边，他问你，对，为什么会有这些图片？再怎么样，他也是私底下。对，他不是哦，他是在大庭广众。你知道每个学校每个教室里面都会有一台公用电脑，对，他直接在那个电脑放那个磁片图片，还叫几个同学来看，就是当面对我的这个事情是直接，等于是公审了。对，然后我当下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状况。就是我脸很烫，然后我又要装没事。那老师是用什么心情去讲这件事？对啊，他为什么要叫别人？洗脑的，就是，你们来看，他的磁片里面有这个，对，所以你就公然被出轨。有几个男生有看到这些，可是
所以对我来说啊，对，我对于我自己为什么我自己选择想要跟别人讲我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的这个 timing 跟时机点，我是这么在乎。是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然后每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这个 timing 这样。就是你要怎么认为我是你的选择，但是我要什么时候就承认这件事情，就是由我决定。而且我也得我要跟比如说我跟玉文，对，我要够好，我才会愿意讲。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讲？而且那些人我也不一定想分享。对啊，对，所以我对于体制，我对于老师这种生物，我是没有一定绝对的权威感的，就是我是想要挑战的。因为你觉得他们说的不一定对，他们就让我看到人性就是这样啊，不一定他们就是师范大学或是怎么样教育出来就一定有好的那个道德规范，对吧？